Hello，大家好，今次同大家開箱嘅係我期待咗好耐嘅一款雕像，由2019年嘅聖誕節預訂到今日終於收到貨啦。咁就係呢款配音篇10週年嘅紀念款雕像，Tzume智羅也最後嘅心跳。咁相信火影係唔少人嘅童年回憶，而當中我最中意嘅就係配音嘅篇章。咁其實我唔係咁中意火影嘅，所以都唔中意買火影嘅雕像。但係今次呢款雕像嘅設計係好到連唔中意火影嘅我都心動到要買嘅一款雕像。咁究竟有幾正呢？等陣話俾大家知。今次呢款雕像嘅設計，如果淨係睇上半部分，可以見到5位配音聚集喺生鏽嘅鐵管上，充滿住一種詭異嘅神秘感，同時又不失嗰種冷傲嘅魅力，係非常適合形容配音篇嘅序章。而雕像嘅下半部分就呼應配音篇嘅尾聲，嗰一刻嘅智羅也食指就凝聚咗查克拉，正用盡佢最後嘅心跳，喺青蛙嘅背後落下有關配音秘密嘅暗號。而配音佢哋正發動最後嘅攻勢嚟阻止秘密遭到泄漏，還原火影入邊最悲情但又係最經典嘅一幕。遅かったな、気づくのが。細心睇可以見到配音佢哋嘅膚色係偏白，還原劇中佢哋係屍體嘅設定。相比之下，智羅也就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所以膚色就偏深。而配音佢哋嘅姿勢都係設計得十分之有張力同動感。呢個雕像唔算大，咁限制喺呢個有限空間下，5人嘅分佈位置都係十分貼切個經典嘅一幕，但又唔會顯得太過逼。咁姿勢係設計得非常有創意，望落去係型，但係代價就係安裝位太過單薄。例如有啲地方身體有90%以上都係懸空嘅，剩低嗰1成就係安裝位，所以都有啲驚裝唔好跌咗落嚟嘅。咁呢個雕像就有6個人物，再加上其他豐富嘅場景配件，數量可以話係非常多啊。但預訂嘅價格其實就冇想象中咁貴，所以喺數量多但價錢低嘅情況下，質量一定係比較普通。但估唔到今次嘅實物質量係超出預期嘅，例如鐵管、舊化同生鏽嘅塗裝係處理得相當好，殘破不堪，加上凹陷嘅設計，更凸顯出呢個地方經歷咗一場激烈嘅打鬥。而過濾網都係做得相當逼真。側邊嘅石地、水喉管都係還原得相當唔錯，而配音佢哋嘅輪迴眼都係非常清澈，護額都係十分之有質感。咁今次就係1:8比例，可以話係非常細，再加上價錢唔算太高，所以喺服裝方面嘅做工唔算太好。但最重要嘅係服裝嘅做工就同官圖嘅一模一樣，冇縮水減料，咁我已經覺得係相當唔錯啦。咁講到官圖，最大分別就係呢隻青蛙。咁由於技術問題，喺2020年嘅展覽會上已經可以見到雙手多咗個接駁位，但原本官圖係冇嘅，所以喺呢部分就有啲失望。咁隻青蛙係非常之細，但背後嘅烙印都係非常清晰同仔細，呢部分真係唔錯。咁當初嘅官圖配音係冇呢條頸鏈嘅，所以都算幾有誠意。咁面雕方面，智羅也個樣係非常掙扎，所以當初都有啲驚實物個樣會做得比較猥瑣。
但係依家呢個實物係完全冇問題，佢個樣都係依舊地非常痛苦。咁另外4位配音嘅樣近睇都係非常還原劇中，但係呢個主角配音近睇就有少少肥啦。你哋覺得點樣呢？而底座個兩側濺起咗波浪，寓意自來也最後會葬身喺浩瀚嘅海洋中。而背上嘅5支黑棍斷裂嘅左手，血流不止嘅傷口，其實佢唔係想傳達暗號，而係想傳達俾鳴人，就算係絕望嘅時候都唔好放棄呢一個訊息。咁呢個紅色透明件近睇就好似啫喱咁，我覺得直接塗上紅色嚟還原血跡嘅效果係比較好，一嚟成本低，二嚟就比較逼真。咁其實我之前拍啲片從未用過天花板級別呢個詞語，但今次就決定用喺呢款雕像上。今次嘅設計可以話係天花板級別，之後應該冇一款自來也之死嘅雕像可以超越到粗眉嘅自來也。咁呢款雕像就連唔中意火影嘅我都心動到要買嘅一款雕像，如果係火影嘅 fans 更加係不容許錯過啊！咁如果覺得呢條片拍得唔錯嘅話，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咁我哋下條開箱片再見啦，拜拜。